在我們節目曾經多次的談到，就是這世界上是一盤棋，而現在全世界最重要的主旋律就是美中的大對抗。所以你現在看到了美國攻擊了委內瑞拉，美國攻擊了伊朗，甚至我們看到在 AI 高科技戰爭裡面，它的這個是高科技的管制，甚至包括在台灣。鄭麗文當選中國國民黨的黨主席，鄭麗文到了中國去跟習近平見面，甚至你看到了美國高規格的去接待韓國瑜，它其實都不是單一的事件。如果你爬書往後看的話，它的背後都是中美博弈裡面的一個棋子。而看面對這樣的一個棋子，我們怎麼來看待？甚至中國現在出了2個大招，這2個大招是因為7月1號。中國推出了這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等於說他把他的常備管轄權給拿出來了。就算你不在中國，就算你在台灣，如果你發表了一些的言論，被中國認為說你不利他的利益，你不利他的團結，你可能都在中國追究的範圍之內。那這對台灣來講是一種威脅嗎？另外，我們看到在昨天7月6號中午12點。中國居然發射了巨浪3的長程導彈，是透過潛水艇發射的。我們看到這個長程的導彈，它可以發射9000到1.2萬公里。過去低島鏈的重要在於說，我用低島鏈其實是封鎖了中國的潛水艇，讓你的潛水艇不能隨意進出低島鏈。因為中國過去你不管巨浪1、巨浪2，你的射程大概都在5000到6000之間，你不能在你的內海攻擊美國的本土。可是如果今天中國這個動作，它的巨浪3的這些數據真的都正確的話，它真的可以發射9000到1.2萬公里，代表在中國的內海，透過它的潛水艇，它就可以發射長程導彈，而且在20馬赫之間，它可以直接攻擊美國的本土。而這個對美國來講，又有怎樣的一個威嚇味道呢？當然，這樣的世界的這一盤局錯綜複雜，我們今天又特別邀請了台大名譽教授明居正明老師來幫我們來爬書。明老師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好，那明老師，我們剛剛講的，你一直在講世界是一盤棋，是台灣不能不了解這個棋，也不能不了解台灣在這個棋中間的這個地位。所以它有趣的在於說，您之前已經談過了，不管是委內瑞拉，不管是伊朗，不管是中美的科技大對決，它的背後都是中美大對抗。那當然最近呢，中國也想把它拉回去，所以中國現在透過鄭麗文，透過了政協會。看到了在立法院針對這個所謂的軍購的杯葛，有一點把國民黨或者把立法院把台灣拉到靠中國的這一邊，但是現在美國出招了，美國透過我覺得很難得，居然讓他見到了強森，讓那個韓國瑜等於說回來了以後，整個又改弦更張，又通過了所謂的無人機的條例，又拉回了美國一點點，這代表什麼？這代表美中已經不是嘴巴講的，已經不透過代理人了，他已經實際的兩邊都把手伸進台灣來了。其實美中把手伸進台灣裡面來也不是第一次了吧，對不對？那只是這一次我們看得太明顯太清楚了。當然那個時候，其實我說我們去年2月份呢就已經看到得到消息說，中共呢要在台灣立法院裡面搞事，說要把台灣的立法院當作一個戰略高地來奪取，然後奪取這高地之後呢，第一是擾亂這個台灣內部的這個管制啊，或者這個政治過程；第二就是拿這個讓這個削弱台灣的力量呢，讓台灣不能變成美國對抗中共的棋子。所以我一直在講，我說這個話我都講了超過10年了。我說台灣一直是美中在大局博弈當中的一個棋子，所以你剛剛講那些事件呢，一點都不錯，它不是單一事件，它是2個大國博弈當中呢棋盤上的棋步而已。那我們是棋子，大家聽到棋子覺得很難受。對了，這個當然從民族主義角度來說是不舒服的事情，但是如果我們真的沒有強到就是可以自己動的話，那你人家擺布，你就要想說，我站在什麼位置上，我做到哪一步能夠變成人家車馬炮，而不是兵或卒。你得想這件事情，對不對？那當然有本事的話，你就變成美國嘛。那既然我不能變成美國，不能變成什麼的話，那我只好想說，我怎麼樣玩得更好一點，至少有價值。就像以色列，大家不是說以色列騙到美國去打伊朗？對。那嚴格說不是了，因為美國也有自己的這個團隊，他有分析以色列給我的情報，說到底可靠不可靠。我也不是說你以色列說什麼我就聽什麼，
所以他也判斷完之後，他說可能可以，說我打打看，就沒想到不成功，並不代表美國被騙，但至少代表說以色列在這個問題上說服了美國。那我們也應該這樣做，我們要這樣做。不過我回頭剛剛講說那巨浪飛彈的事情哈，對了，巨浪3可以打9000到12000沒有錯，可以從這個內海就打到美國。但是大家不要忘記，因為我們講的核子武器呢，那個彈道飛彈呢有3款，一般來說，一種是空射，一種是海射，一種是陸射。中國大陸的陸射或者我們叫陸基彈道飛彈，早就可以打到美國了。那巨浪3呢，或者說這個核潛艦唯一危險就是，你陸地上的核基地我可以看見，可以定點，可以打擊，核潛艇比較難打擊，這是唯一的差別，因為它是動來動去的。而且它可以躲到深海裡面，所以回到你剛剛這個最核心的問題哈，沒有錯。現在美中對抗呢，它已經不是一個單純說什麼大國爭霸，它是一個2個價值觀的對抗。美國現在看得非常清楚，你看，川普最近痛定思痛，7月4號不是講了很長一篇話，我反共，我反共嘛，對不對？講得非常明確了。所以他的話呢，就呼應了當年雷根的話。雷根在柏林圍牆前面不是講說，戈巴契夫先生拆倒這座牆吧？現在川普在7月4號講說，我要反對共產主義什麼等等，共產主義這麼多年傷害了這麼多人，傷害了上億人民，然後等等破壞民主自由、法治人權啊，講了一大堆，這就是他的本意。所以中共，你說你川普5月來了，我9月要去。咱們倆見2面，那麼就一笑泯恩仇啊，沒有這種事情。因為根本價值的問題，沒有根本價值，所以一直講說這是2個體系跟2種價值觀的對抗。所以你剛剛說的那些，不管是委內瑞拉也好，伊朗也好，我們過去都分析過，就是2個大國在對弈的過程當中呢，我們雙方的棋步而已。我們要看懂這棋步，我們要曉得把自己擺在最好的位置上。那現在他已經把手伸，你剛才講的非常明顯。特別第一個曾麗文，我覺得美國是非常刻意的去羞辱或是壓低、貶義曾麗文，非常明顯的去拉高韓國瑜，甚至你讓他見到了美國眾議院的院長，這在過去長期不久過程。難道現在中美很清楚，他現在的戰場在台灣，然後這個戰場現在就這個棋子，把要爭取的棋子是國民黨嗎？當然一個是國民黨，但是不是更大來看的是在整個立法院。立法院，所以換句話說，今年年底的選舉也好，或者後年的選舉也好呢，對2邊來說呢，都是非常關鍵的問題。那等一下我們可以詳細談到了。我們這個大家覺得說，川普很心急，川普這個個性是一個比較急的人。那習近平看起來城府比較深。好，川普今年年底有選舉壓力。你覺得習近平沒有連任壓力嗎？他有連任壓力嗎？他不在獨裁國家，怎麼會有連任壓力？獨裁國家也有連任壓力的。因為我們先講一下，等一下我們可以詳細說。一般來說，中共的規矩是，你到一定層級上，你的這每一個人呢，在一定層級上，你在這位置上只能任2屆，就10年，一屆是5年，2屆是10年。所以你習近平幹過2屆了，你憑什麼拿第3任？現在拿了第3任，你憑什麼拿第4任？所以他有連任壓力，他不是沒有的。可是他不是把他的對手，包括像李克強這樣有可能威脅他的人，他全部都幹掉了嗎？那如果你都幹掉了，他還有對手有可以取代他的人嗎？你覺得獨裁者看哪一個人不像是会取代他的人呢？這個東西他讀過毛澤東的事情，他讀過史達林的事情，他讀過這麼多這些東歐各國領導人的問題。他的確看得見，就是在我們共產國家裡面，最後導彈就是咱們同志了，就咱們同志了。我哪怕我把這人都幹掉之後呢，就冒一個人出來。赫魯曉夫在開20大的時候，當時就批判了那史達林，哇，痛罵史達林時代是罪惡，怎麼罵到群凶惡極。角落有人問說，那請問戈巴契夫同志，請問這個赫魯曉夫同志，那時候你在哪裡？誰講的話？你們不敢出聲了，好，我就在那裡，我就在那裡，當時我就在那地方，意思就是說，今天我老大，你敢惹我？當年斯大林更老大，沒人敢惹他。對，那今天我這樣講話，你都不敢出聲音了，就是咱們什麼體制？咱們是共產體制，就這意思。所以我如果當到了，我就會不一樣了，雞犬升天。然後呢，我
威行天下，是應該這樣說。好，那所以就有趣，就是現在在整個全世界這大棋盤是中美對抗，是那等於說在習近平自己內部，他有個小棋盤，也就是說這個。中美大對抗的棋盤是誰要當這個世界的霸主？對。但對習近平來講，我的小棋盤是我要去面對的，我接下來我有沒有連任的這個問題？我怎麼讓我自己確保可以連任？那在這個確保連任的時候，我剛剛講他丟了2個動作，最近看了2個動作，一個動作就是去朗山，我覺得我是有武力的，我是可以威嚇的，我是可以跟美國平起平坐的。第二個就是他丟出了在7月1號丟出了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你說這個法案對習近平的連任是有意義的，那這個對台灣的威嚇也是非常巨大的。對，我們在講，我們說中國現在對台灣呢，大概他曉得你要用武力硬打呢，就算沒有美國跟日本的幫忙，只要台灣像烏克蘭那樣，他都很難打。他已經心裡有數了，這第一個。第二就是萬一美國、日本都插手進來，我就更難打了。我不但難打，而且我可能自身難保，他是心裡有數的。所以如果說外面強攻不行的話，然後又引起國際的這個制裁啊、反彈啊什麼等等。俄羅斯被制裁，他還活下來，為什麼？因為俄羅斯這個我們那說經濟體制不一樣。俄羅斯經濟體制呢，比較像當年史大林的經濟體制，跟世界連接不多，跟世界連接很少，很少。應該這樣說。現在俄羅斯比當年蘇聯跟世界連接多一點，但是也沒有多到哪裡去啊，因為它幾乎沒有工業生產，它幾乎沒有任何的外銷，它的外銷只有石油跟天然氣。石油跟天然氣，就是它只能賣石油還有一樣東西啊，石油、天然氣加礦物，就這3樣東西。那麼換句話說，它沒有任何像樣的這些工業產品可以賣到國際上來，所以它跟世界連接比較少。那麼當年史大林呢走了這一步，然後最後這個仗打起來了。坦白說，如果希特勒不打他，蘇聯的經濟、史大林時代經濟10年之內可能要出大問題，跟這個今年中國大陸差不多，要出大問題的。那希特勒打他反而救了他，因為你是軍工產業就適合打仗。對。那現在你來打我，我這正好軍工產業就做這事，所以今天他還能打烏克蘭還能撐下去，就是那個的底子。軍工產業，軍工產業，如果不是軍工產業的話，他打不到那麼久。但現在他也很吃力了，所以現在我們回到說這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確，它真的是這個習近平現在對台灣的一部重要的棋子。我們慢慢講下去就清楚了。我們先講一下最近發生的事情，就是昨天吧，就石板民夫被攻擊，在台中居然被公開，在台中被攻擊，然後那人從大陸過來，然後觀察了2天，然後最後呢，然後出手了。那當然，現在曉得了姓廖，然後叫廖什麼廖港發什麼之類的，在香港有個前科，也就是中共專門用這種黑幫啦或這種反正黑社會或者接近黑社會人呢來搞一把，因為這是為什麼？這是可拋棄的棋子，對不對？你抓了就抓了，我也無所謂。然後到時候講到你個人行為，反正就是你走以前，我讓你看見，我幫你把家顧好，把東西顧好。如果你有家的話。你擔心什麼？我幫你顧什麼？你去那弄，弄完之後我這邊要不要 deliver 那是我的事情，但你表面是看到了，所以這人就過來做了。所以這事情不是單一事件呢。過去何韻詩香港的歌星在台灣被潑漆，對不對？然後那個林榮發在台灣開書店被騷擾，香港的拳師開拳館被騷擾，那已經規劃成日本的參議員石平，來台灣被騷擾，就坐在我旁邊，就在我旁邊。然後再來就是政治醫師，鄭成功的鄭，治理的治，政治醫師，他是親眼看到大陸活摘器官的人，他親眼看到，然後就九死一生逃出來，逃到加拿大，被企圖暗殺了、迫害什麼等等多次，然後最後活下來。台灣要演的國有器官也好，演超限戰也好，一天到晚被炸彈恐嚇，我也被暗殺恐嚇啊，所以我被暗殺恐嚇，對啊，去年我就知道了，所以我還發表過不自殺聲明，真的很好笑的，連你都在連啊，所以簡單說呢，這已經不是長臂管轄了，也不是跨境鎮壓了，這叫國際恐怖主義，對不對？對，更是如此。不過話說回來，這個法律哈，我們先談一下表面條文，我覺得還有更深的意思。不過我們先從條文談起啊。
這些中共的法律也好，我常講他們作文比賽冠軍，那民族、團結、進步，促進，哪一個不是好的詞？好詞，哪一個不是正面詞？但這些正面詞背後，它到底代表什麼意涵？我們一點點講給大家聽。當然，今天時間有限，我挑幾個重點給大家講。我把它這個法律呢，我們簡稱《民族團結法》，一共7章65條，我把它詳細看完，大概是這樣哈。表面文字講說國家民族，其實內涵什麼？保共產黨，保共產黨非常明確了。這樣子哈，第2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族團結進步事業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全面領導，這第2條。第2條就告訴你了啊。第20條，家庭教育很重要，所以父母親跟監護人有責任跟有義務要引導跟教育未成年人熱愛中國共產黨。第20條啊。第21條要規範跟引導香港同胞、澳門同胞、台灣同胞跟海外僑胞，經濟文化合作啦、交流合作啦、兩岸什麼，然後要推動中華民族歷史教育、國情教育什麼，還有自覺維護國家主權、什麼安全利益等等，都在裡面了。那誰要來做這些事情呢？教育單位要來做。媒體要做，所以你也要做啊，企業要做，家庭要做，宗教要做，社會主要做，通通都要做，連宗教團體都要熱愛中國共產黨，那所以簡單說呢，原來維護國家統一啊，這叫什麼呢？這叫國家認同，對不對？然後這叫做政治表態。那在民主國家你可以不表態，你愛不愛這個國家我不講可以吧？可以啊，你有這自由，你有這權利，這是你的公民權利。但在那地方呢，你慢慢沒有這權利了，你沒有不表態的空間，是沒有不表態的自由。你不但要表態，而且你要幫忙，你要來促進，你要來熱愛共產黨。那沒有，你剛才講有2個，我覺得非常過。第一個就是我們知道中國就是缺什麼講什麼，是。那如果你今天要用這麼大的一個動作，這樣的一個法律，你要來保護黨，你要把這個黨的這個所謂的利益為優先，那代表你這個黨是有問題的。你黨難道已經危及到說你要用一個法用這麼大的動作來做這件事情嗎？是啊。然後第2個是說，本來你之前在講說，你只要不主張台獨，你就維持現狀，你都是台獨。那現在可能變成說，如果不促成統一，就是我以前我只是被動，我什麼都不做，你可能就是台獨。可是現在如果我不積極的去促成統一大業，那我也是台獨了。那你就等於把所有人都逼到牆角了。对，所以我常常講，我說我當年呢就講過這件事情。我說大陸對這個台獨啊定義太寬了。定義太寬就變成什麼事情都是台獨。後來我到大陸講，我說有的是台灣意識，不是台獨意識，你要把這個分清楚。就像上海有上海意識，廣東廣東意識，四川有四川意識，有沒有這個東西？有這個東西。大家對鄉土的認同，你不能等同於政治的認同，這2件事情。我這個話是1991年在大陸講的。哦，你在大陸說？90到91年在大陸講的。到2005年那個胡錦濤推那個什麼東西的時候，反分裂國家法的時候，寫在裡面。不要把台灣意識等同於台獨意識，就是我那句話。那現在又跑回來了。對，現在跑回來了，就你剛剛說的，你不可以就是只是消極的說，我不講話就算了。你要積極來做。那現在當然還沒有走到這一步，將來遲早走到這一步。只要你不積極的做，你不積極的促進，對，你都算台獨了。所以這問題嚴重，還不止於此啊。我再講下去。第54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對於破壞民族團結進步的行為，有權進行投訴跟舉報。投訴誰跟舉報誰？誰投訴誰舉報？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嗎？還是可以有其他人？可以有其他人。我們等下就講到。所以這個法律我先說啊，對香港同胞來說有很大的打擊。
香港已經有香港國安法，已經搞得焦頭爛額了，現在加這個東西呢，無處可走，民無所措手足，就我說的話，動輒得咎了。所以我們過去講回剛剛講說對台灣這個部分，我們過去不是講說這個凡是最後不支持中共的，然後不接受中共統一的都是台獨嗎？所以你我都是台獨，是不是明天台獨罷了？哪怕今天我們高舉中華民國啊，說什麼等等，你都是台獨。好，那既然是台獨的話，那怎麼對付你？對，怎麼對付？是不是啊？怎麼對付你？對啊。所以剛剛講的一個是舉報嘛，一個舉報。那再來是什麼呢？當然我們要這樣講哈，不是說這個法律推出來7月1號生效之後，今天已經是7月4號、5號了或7號了，我們就很危險了。大概還沒有到那一步。他現在是先把刀舉起來，然後在你頭上揮，看看你看他什麼時候覺得力量夠時，他再一刀劈下來，就像1國2制一樣，香港1國2制一樣，我先弄起來了，那你們就看着辦。然後走了，到2003年的時候，我想推23條，你們激烈反抗，好，我收回來。到了2019年，我覺得可以了，我臉一拉，我就推了，所以我根本不管你們。所以這個壓力不一定是馬上就來的，但是呢，他對言論也好，台灣講話可能有人就開始想說，我是不是不要講那麼台的話啊？我是不是稍微講點統的話？在台灣呢？然後你內心有個小警總，對，然後在學術上面，我不是小警總，有個小中共，有個小中共，有個小黨委，然後在學術上面，我寫東西是不是少講2句？然後跟他們交流的時候，我是不是再謹慎一點點？甚至企業往來的時候，我是不是都要再小心一點點？換句話說，就你剛剛講的，自我審查開始了。對，你覺得台灣人現在沒有自我審查嗎？有些人有，對嘛？不就是這樣的嗎？我覺得有。那現在這東西出來了，他想說，我過一陣要去九寨溝去玩的，所以現在我一定不要說什麼東西，然後我一定要小心點，甚至我講一些比較更冠冕堂皇的話，這樣我才比較安全。那麼，你如果說大家心裡都有一個小共產黨的時候，你覺得這對台灣的民主、自由、法治、人權沒有傷害嗎？已經傷害了。所以你說長臂管轄也好，什麼的那也好，我想多少有一點點吧。是，所以應該這樣說了。倒是不是說真的會抓人，而是說台灣呢已經第一自我設限，第二就是我們的民主自由的確受到影響，這真是的。可它不會產生另外一種副作用，就是你這樣，因為之前的反分裂法也是講的沸沸揚揚，可是對最後來講，就台灣影響並不大。你這件事情再過點，你不會讓更多台灣人覺得反彈嗎？如果你對我影響沒那麼大，我對你反而更沒有辦法去接受那樣的生活形態嗎？沒有錯，但他無所謂啊。他無所謂，他無所謂啊。他不是講給台灣，他也是講給台灣看的，因為我給你核戰選擇，你不然的話我就打你啊，你不要打是吧？那你投降嘛。所以這叫核戰選擇嘛。所以我一直在講，我說最快現在是7月了，我們現在已經連續在各位看那幾個親共的報紙、媒體跟那幾個電視台也好，一大堆人出來講這個東西啊，我們要和平談判啦，我們要核戰選擇啊，我們要選擇和平，我們叫什麼呢？我們曾經和解過，我們為什麼忘記了呢？對，我們沒有忘記啊，對方從來沒有真的和解過啊，重點在這裡嘛，對不對？所以很多很有名的過去的官員也好，然後或者說這些商人也好，不都跳出來講話了嗎？連過去非常台派的許文龍不是也被迫表態過？所以你覺得不產生效果？對，你說那個統一法也好，或這個法也好，反分裂法也好，你說沒有效果，有點效果的，因為有些人的確在心裡面是產生壓力的。還更不要說別的，我還有一些教授朋友很認真在想說，我怎麼來定一個這個1國2制台灣版？他真的在想這個事情。那你覺得沒有效果？有效果。是。所以對中國來說，我就要這個效果，為什麼呢？因為這樣你就不能團結，你們內部會分裂。有些贊成我，有些反對我，我要就這個效果。是。我就要這樣，因為你們團結起來就會對付我，你們不團結的時候呢，我就可以操弄你們呢。對。所以這個法律它另外的效果就是，我就是造成你們的分裂。所以用這種威嚇造成台灣這種不安全。對。那這種不安全，剛剛講到，那等於說，那你說我就算不表態，就是你自己在強調了，現在已經不是說你支不支持台獨問題，是你不主張
主動推動統一，你可能都會有罪了。那這個範圍太大了。將來對，所以他現在他會一點一滴記錄下來啊，包括我們的節目在內，他一點一滴記錄下來啊。那個寶傑曾經說過什麼東西，然後明玉珍在寶傑那邊說過什麼東西，一點一滴記錄下來。我是碰過的，我碰過的。90、91年我到大陸去，那有個人就當面講說：“你不要太囂張了，你不要以為我們不知道你幹過什麼。你哪一年這什麼說過什麼話，哪一年這麼說什麼，哪一年這麼寫過什麼東西，哪一年幹過什麼事情，我們都知道。”哦，他們都有記錄的，有記錄。它是一個非常龐大的記憶體，然後記別人的東西呢記得非常清楚，但記自己事情從來沒記清楚過。重點就在這裡。所以，共產黨啊，對於找人家的麻煩是特別在行的。但是就檢討自己呢是非常糟糕的，向來如此。好，那你也提到就是說，當他做這個所謂的這個民族團結自由團結進步促進法，那對台灣來講，除了那個我內心中，我們常常以前開玩笑說我們內心有個小警總，現在是心中有個小黨委。小黨委。可是你只是在意識形態上，還是說我真的已經造成了一個威脅？你们剛剛講到有人跑到台灣來直接打石柏明夫，對。那如果我今天跨境，我今天離開了台灣，他是不是用各種的方式去造成你這樣的一種恐懼的感覺？不止這種恐懼啊，他可以直接抓你啊！他真的會在那個蕭建華不是在香港被抓的嗎？對，而且是堂而皇在4季飯店，對，在4季酒店外面抓，4季酒店是5星級大飯店吶，在外面這樣抓，還帶保鏢的這樣抓走了。那剛剛講的政治在加拿大被威脅，對，我多少朋友在海外被威脅過啊？並不奇怪啊。那你覺得？所以後來我已經決定，就是將來我出很多地方轉機，我是絕對不去的。另外在那邊轉機一下被抓，還怎麼辦？對，這個是真實的，這不是開玩笑的啊。所以他那個對我們的威脅是非常真實的，是非常真實的。他如果哪一個國家跟他有這個引渡條款的話，他突然就這樣講話，肯亞不讓你進去是很好的事情了，就怕進去之後把你抓起來。對，不進來還沒事呢，進來反而麻煩大。所以提醒大家，如果你覺得你有問題，如果覺得說你非常反共，然後這個很明顯的話，很多地方轉機你都不要轉。對，真的，我很多年前我朋友就提醒我。所以那時候我父親就講說，你香港還可以去，澳門千萬不要去。然後所以我澳門就不去了。就這樣。所以這威脅是非常真實的，我再說一次啊，真實的。那你剛才講，那你現在在跨境上面，那所以它就引起了很多歐洲，比如說照理講，你這個自由民主進步促進法，你是一個國內法，對。可是也難怪，就是說，如果這樣的話，你的常備管轄，他是真的敢堂而皇之在其他的國家，他就敢動手，也難怪我們看到歐盟在這個上面，他們就發表非常強烈的一個譴責。法國去年、前年，然後英國去年，美國前2年。都曾經在機場把人攔下來過。有中國大陸人把這個逃到海外的中國人，然後強行這個綁架，然後締結，然後不是締結，綁架之後然後架上飛機要抓走的。法國警察哇，急如星火般趕到機場把人攔下來。美國有做過這個事情啊。對。所以你說沒有嗎？那現在英國不是說他們要擴張一個超級大使館？大使館是原來的10倍大。然後呢，底下有203個不知道要幹什麼的房間。對，地下是有203房間，所以孫中山的這個國父的倫敦蒙難記，你不是不可能發生的。身上多帶點硬幣，然後帶點小紙片，然後寫下來，然後可以丟下來，讓人家來救你啊。是，真實的。所以你說這些歐洲國家不生氣嗎？但是我覺得這些歐美國家呢，他們只看見了比較淺的一點。他們認為說這叫域外延伸啊？什麼叫域外延伸呢？我還是讀條文給大家聽，第63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的組織跟個人，不是境內啊，境外的組織跟個人，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實施破壞民族團結進步、製造民族分裂行為的，依法追究法律責任。寶傑，你是不是境外的？我是境外。你是境外的。這東森電視台是不是境外組織啊？是的，所以境外的組織跟個人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實施破壞民族團結進步、民族分裂什麼等等，要依法追究。你有沒有熱愛中國共產黨？當然沒有，當然沒有。你有沒有贊成民主、自由、法治？當然贊成。對。
你這個東西就破壞民族團結，製造民族分裂，這樣就破壞團結。是因為我們中國共產黨是不講三權分立的，中國共產黨是講三權共治的，行政、立法、司法都要為黨服務的，講得非常清楚。憲法裡面就這樣講的，所以你這樣做就破壞民族團結，破壞分裂。所以那我可以舉報你的，就可以舉報，我可以舉報你的。現在不是有跑到大陸學台灣藝人舉報台灣人嗎？對，不就這樣的嗎？然後搞到那個人最後被罰款了，或被幹什麼了？是啊，你覺得沒有嗎？有啊。所以他們其實都一以貫之，他們從延安的所謂的香花與毒草、大鳴大放開始舉報，然後呢文化大革命這種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都是一脈相傳的。對，所以後來我就幫因為藍白營的朋友有時候沒有想清楚，我有時候看他們言行，我都為他們擔心。今年是2026了哈，去年2025年，2025年4月26號有個大活動，你還記得嗎？反綠共戰獨裁，誰推動的？國民黨跟民眾黨。然後你覺得這個有問題？等一下，你聽我說啊，反綠共戰獨裁，國民黨跟民進黨推動的，然後有人主持的，有人在旁邊維持秩序的，有一大人上去演講的啊。什麼叫反綠共啊？你什麼意思啊？你讓我共產黨來罵人？綠共，那我是什麼？我是紅共啊，對不對？綠共是壞人，那紅共是好人嘛？所以，按照藍白的邏輯上講，你不是在罵人嗎？所以你第一說，按照共產黨的邏輯，按照中共的邏輯，國民黨這個東西是在罵共產黨，罵共產黨。所以你跑來跟我握手，你騙我，你騙我，開玩笑。只有我共產黨騙你一份，哪有你騙我共產黨的份呢？所以這種沒事就沒事，有事就拿來當呈堂跟證供。對啊，對啊，我條文都擺在這，我已經寫在這，勿謂言之不預也，這是毛澤東講的話，勿謂言之不預也。所以他把他們是這樣講的。其實早在這個馬克思是講，就這樣講了。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我們的企圖，我們就要推翻現在這套秩序。就是要打破這套舊秩序，然後打破這套你們所謂的倫理道德。我們要把我們的無產階級的倫理道德施加在各位身上，這叫解放，這叫解放。對，他把枷鎖套到我們的身上，然後告訴我們這叫解放。今天他就做這個事情。是，所以你剛剛說歐洲國家就生氣，就是啊，你這個域外施行什麼等等，你這個要跨境鎮壓或跨境迫害。什麼搞什麼海外警務戰，這我們都已經看到了。各位寶傑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您對我們的支持，還有您對我們的指教，其實我們都會認真的閱讀，因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們自己反省，我們要自我檢討，甚至我们未來怎麼去調整方向的一個關鍵的因素。所以，我們就剛剛講到的，就是你現在的這些留言有什麼留言，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子來的跟觀眾來進行回答。淑君說：“支持寶傑及團隊，你們是最優秀的。”非常謝謝您的肯定。當時講說，我們的節目其實還有很多改進的地方。那這種改進也是我們每天都在做的工作。聽後85R他說，政府部門主管機關應該管理一下，堅決不讓中共產品進來台灣。我覺得應該這樣講，就是現在大家覺得很難思考，是說我們知道現在有很多的網購，現在很多的網購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國的網購是這樣直接進來。那你如果說沒有任何的管制，現在很多國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說為什麼我們台灣在這方面沒有管制。你沒有管制，第一個你的品質，第二個你是對台灣的商業、对台灣的產業會不會有傷害，這都是政府應該面對的問題。Rookwood 0222他說，天佑台灣，感謝寶傑，一起保護台灣，台灣人加油。當我們希望說在台灣這塊土地裡面，我們真的好好的守護，好好的來保護這個國家。Karen 說：“感謝寶傑哥製作這麼好的節目。其實能夠做這樣的節目，其實是我覺得那是一種福分，那是一種福報，我們會非常珍惜。”為20110他說他看了政習會那一集，他說只有我覺得鄭麗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嗎？對於鄭麗文是不是尖嘴猴腮，我們不予置評。立刻他看了川普無視習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說中國與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這樣子比較通順。也就是說，中國跟和平不水火不容。其實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實是台灣，我們從來沒有挑釁過對方。好，剛剛講到的，我們非常認真的在做我們的一個工作。其實我們剛剛講到，
我從以前我其實沒有任何政黨，那我也不去標榜這個東西，我只告訴你說，我們現在在這塊土地裡面，我在民進黨跑那麼久的時候，我學會一句話：相信台灣，相信人民，相信台灣，相信人民，這是我做這個節目裡面最中心的思想。